更长的，所以你有更多的叙事空间和时间，可以让带领观众进去。但电影不一样，电影就必须要在1.5个小时里面立刻让观众知道你这个角色，其实是蛮刺激的。等于是说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的呼吸什么的，你都要很注意。那跟戏剧比起来，你有比较喜欢哪一个？我其实都喜欢的。其实我一开始做这行是想要做幕后，我没有想要走幕前。我本来是想要做导演组这样子。那你现在还有这个导演这样之类的？其实还是会有啦，但是没有说就是要强求，觉得是自然而然的，时机到了就来了。那你觉得就是你自己本身和这次演的这个角色有没有比较相似的地方或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相似的地方就是我爱一个人不会说出口，那不相似的地方就是其实也蛮多的，就是我是不会揍人的、因为戏里面这个角色有跟颜料打架，但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动粗的人，对啊，以及他为了一个人可能10年这样子，我自己是没有这样的经验，这个也是蛮不一样的。说当演员之前做了很多工作，我有当过农夫，就是在那边种田这样子，我也发过传单啊，我也端过盘子啊，我也当过店员。你怎么会想要尝试这么多工作？就是没钱啊，我要赚生活费，就是也不想跟家里拿钱。我其实是一个不太会跟别人开口求助的人，我会更喜欢自己消化和解决。所以你有开口过吗？有啊，是为了什么事情？因为我现在想要就是转型嘛，那我也是做了蛮长一段时间的，所以还是需要一些业内专业人士的帮助。你要转型成什么样？我想转成纯演员，因为过去的形象比较会被人家认定说可能偶像剧或者是偶像团体，对，但那其实不是我真的想做的事情，它只是一个过程。我觉得我很庆幸，就是我虽然这不是我想要做的，但是我很庆幸有了这段路程，帮我去补足我的不足。因为其实我原本不是一个会表达的人，但是因为偶像这件事情，它强迫我去面对这些事情。那你刚做的时候不会觉得很痛苦之类的？当然会很痛苦啊，但是你何谓梦想，何谓目标？其实过程中一定会有80% 的东西都是让你痛苦的，但是你为了就是那20%的东西。那你就是就电影里面就是还蛮多就是时序的穿插。如果时间可以倒转的话，你最想回到什么？那你可能刚出生的时候吧，因为我有点完美主义，我会希望各个东西都尽善尽美。这个就是一个追求内心的成就感。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很需要这个东西，我很需要感受我自己活着。对，我很需要这样的刺激，它会累积成你的能量，让你的表演变得与众不同。那这次就是拍这部电影，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应该可以更好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会觉得可以更好。可是也许这个东西在那个当下就是最棒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感受很棒，是因为你每一次结束完之后，你都知道自己还可以哪里还可以再进步。以前会觉得天哪，我怎么这样呢？怎么那样？但是后来学会了如何跟自己相处，跟等待的艺术，让自己追求心里面的一个平静，你就会发现一切都会开始好转。在电影里面，你演的这个角色是有喜欢明星的吗？这是拍这部片想要带给观众的东西。整部片，陈燕这个角色都没有说到任何一句话或一个字说他喜欢谁，他就留给观众自己去判断。如果就是你跟朋友喜欢上同一个人，你是会让步的人吗？还是会？我会让步啊，是我的就会是我的，不会是我的，我怎么抢也没有用，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主动的男孩子。所以目前没有遇过这种状况，没有让你觉得被开口状况。什么时候？其实都多多少少都有遇过。对我的告白都很烂，就是可能对方就是说什么，为什么你愿意这样陪伴我这样？我就说，因为我觉得你很可爱，就这样。然后就这样，然后就在一起了。没有在一起。告白。这算什么告白啊？这算告白吗？我觉得算吧。
啊，你是外貌协会啊？我不是外貌协会的，那你是一见钟情派还是日久生情？我觉得我是日久生情。我喜欢就是有想法的人。对因为我很喜欢交流，长怎么样不是重点，就是好看的皮肤千篇一律嘛，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嘛。最近没有这种人出现。就我自己啊，我跟我自己谈恋爱。恋爱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吗？恋爱对我现阶段来说不重要，对我来说，现阶段我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要去谈恋爱或者是干嘛。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但以前小时候就会想要到处去玩，到处去认识朋友，到处跑，然后后来发现其实自己在那个状态下其实不是最快乐的，反而是我回到自己的空间，然后给自己时间沉淀，跟自己相处，那个时候我反而更有能量。那你最终目标会想要还是做幕后吗？其实还是想做幕后，对，我没有一定要看到我自己的脸在画面上。我其实某种程度我是不喜欢看到自己，就是我看自己作品，我就又感觉说又提醒了我长这个样子。所以我想问题就是施国宇在里面就是他生命就剩不到1年嘛，但如果是你自己，就生命剩不到1年，你自己会想要做什么？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个是本来生而为人就会做的事情。搞不好下辈子不是当人了，所以我这时候好好体验，好好感受一下